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路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凤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ys, "Friend, don't waste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r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hat's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苏静友，今年23岁，来自甘肃兰州，然后现在在南京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这件衣服感觉很想摸一下哈。我替你摸。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能跟你去不同的城市的老街巷。你们的城市有没有一些老街巷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4号，男嘉宾你好，在南京最南边，我可以推荐你去高淳区的七桥老街，对，还有那个高淳老街，都蛮有意思的。哇哦！你好，女嘉宾，我想说高淳的老街七桥镇我去过。这么巧。21号。你好，男嘉宾，我是来自福建宁德的，然后在厦门。然后厦门的话，可以给您推荐一些曾厝垵啊，还有沙坡尾啊，还有中山路啊，都可以值得您过来逛一逛。好的，谢谢，谢谢。就前不久，刚刚有部电影《人生大事》，然后就是在武汉的一条宝成路上取的景。它不是特别的老街，它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电器一条街，那时候武汉人都会到那儿去买电器，就很红火。那个里面也很有风味儿，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的。20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老街巷是各个城市本地人所谓的老街巷，还是说是各个城市向外地人展示的那些老街巷？我希望是本地人去的一些老街巷。这是南京的孤岭路，在颐和路旁边。好美啊！那个墙的颜色和落叶是一样的哈。拍这个照片是因为这个旁边有一些很小的院子，很有烟火气息的，我觉得这很好，所以就保存这个图片。很有情调。在南京有一个地方，就在陆河的野山地质公园旁边有一条街道，有一个电视剧叫《大江大河》。知道。那个取景保留的都是70、80年代的那个街道的样貌。那我也推荐我们杭州有个叫大塔儿巷，是诗人戴望舒经过那条巷子写的一首诗，很有名，叫《雨巷》。就在那里写的。雨巷本巷啊。雨巷本巷。好，来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和你闺蜜说太多之间我们的事情。你以前的女朋友经常跟她的闺蜜说你们俩的事儿吗？有过。谢灵玉。男嘉宾你好，那你平常的话，你会
跟你兄弟说一些跟你对象之间相处的事儿吗？我兄弟不能说我对象。哦，就是对象最大是不？是的。那如果说女朋友可能管你管的比较多，比如说你想出去玩个电脑，去网吧玩玩，或出去放松放松、唱唱歌的话，那女朋友不跟你去，你会让兄弟帮你去打掩护之类的吗？不需要，我就不去。这么好的吗？这么乖，郑琦。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知道你不希望我跟闺蜜聊我们的事情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范畴呢？范畴是这样，就是我更希望就是我的女朋友她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一味的去听他们人说谈恋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更想我们俩身心体会，不想有太多第三者的参与。我跟你说一下，想要女朋友不和她的闺蜜分享你们的事儿，几乎做不到，就在于那个分寸，到底分享多少？你说完全不分享，基本上没有女人能做到。对呀。来看片子。说起家乡，你想到的是什么？对我来说，是穿城而过的滚滚黄河，是小时候经常萦绕耳畔母亲的秦腔唱段，还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它塑造了我既豪爽又不失细腻的性格。这就是我的家乡，京城兰州。我是苏敬友，一名内心很西北、外表很南方的琴行合伙人。开琴行是因为我很喜欢玩吉他。在我眼中，音乐能够平替语言，有些话不能用语言说，但是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我是一个认准了喜欢的事就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人。有时候遇到新的曲子，我会一个音一个音的练习，手指上起了再多老茧也不会在意。除了音乐，陪伴我的还有2只边牧，仔仔和艾 C。他们俩是一对儿，日常秀恩爱的方式就是互相撕咬、玩闹，真真切切的是你在闹，他在笑。这波狗粮我天天吃得饱饱的。我始终觉得边牧和其他的小狗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太聪明了。在南京的这几年，他们就像家人一样陪伴着我，这也会让我时常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和我爸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他望子成龙的期望我也没有做到。直到大学，我们的关系才慢慢和解。希望未来能和自己的孩子互相接受对方的平凡，我会尊重他的成长，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14号。你好，男嘉宾。我觉得边牧确实是非常聪明。有一句话就是说，边牧的话，它会反而嫌主人笨，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敢养边牧。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养边牧这么聪明的犬类呢？我养2只边牧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有1只边牧，只不过它不是我家的，是我哥哥家的。网上有很多形容边牧有多聪明，你说的是那一版。狗和边牧是2种东西。还有说，你见过边牧当警犬的吗？当不了，因为边牧有自己的思考。警察说上，边牧说这么危险，你怎么不上？还有一种边牧比较客气的边牧，他会想，等一会儿，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自己会分析，不要你给我下命令。24号。男嘉宾你好，这是我刚看到你在分享你的家乡，然后我也想跟你分享，我对我的家乡也有一个别样的感情，就是它承载着我童年的一段回忆。小学从1年级到6年级，我的学校是在市里面，然后我的家乡其实是在农村，就是像图片上这一片稻田。我每天都是从学校走到家里面走1个小时的路，小时候觉得很辛苦，因为那时候还很小，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很累。每次走到村口的时候，就会欣赏这个家乡的风景。走了6年的路，就让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吧。你好，女嘉宾，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也有？
对，我的家乡在兰州，然后冬天是很冷。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每天要熬着5点多的凌晨往学校走。我永远都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一片淮杨树或者那一片柳树，它盛开的样子，它春天的样子，它夏天的样子，它不同的美。所以我一直爱我的家乡，我也一直承认那就是我的家。还是你这样的年轻人比较好。我爱我的家乡兰州，他说我爱我的家乡柳州。兰州这个城市，肯定很多人也去过。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兰州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除了那一碗大家都喜欢的牛肉面之外，兰州这个城市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叫做黄河母亲像。黄河母亲像在兰州的中山桥面前。这2张照片是我在中山桥的下面拍的一张照片。我很喜欢兰州的夜景。哦，自己拍的。刚刚那个兰州那条黄河和那一座一座的铁桥，我印象非常美好。前年在兰州主持了一个和尚音乐会，然后节目的一位嘉宾跟一支兰州本地的民谣乐队一组合，唱的全是兰州的民谣、兰州的歌曲，忆兰州、兰州好、兰州美。哦，那个经历、那历程永生难忘。兰州的民谣是很重的，是民谣重镇，兰州独树一帜的风格。兰州人民还有一个骄傲的事儿，兰州特别愿意提到一本书，其实是一本杂志。这本书叫做《读者》。哦，《读者》是兰州的。它原来叫《读者文摘》。然后非常喜欢读，就比故事会什么的要文艺。是的，对，尤其是他的卷首语，很多当时初中生啊、小男生、小女生就从读者的卷首语上面摘录很多话，一下就显得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呢，这个读者文摘就改名叫读者了，印象特别深。当时还真名儿，我们都在期待他会改成什么。他说叫你读者好吗？就把文摘去掉了，叫读者了，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前2年呢，我有一篇文章发在巴莎的专栏上，叫《学霸与学渣的爱情》吧，好像是。然后就被读者转载了。哇！那我觉得很荣幸，就是我小时候看的这个杂志，后来转了我成年以后的一篇文章，还寄来了稿费。他主要兴奋的是稿费。孙丹妮，男嘉宾你好，刚刚看到你那个短片的后面提到了你和你父亲的事情，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想问一下。我父亲是一名大学老师。所以我父亲对我抱以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但是我没有做到他的期望，甚至也跟父亲闹过很多矛盾。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好的，我跟我父亲现在关系非常好，算是我的朋友了。挺好的。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跟我父亲的一些小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在2年级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爸爸让我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学芭蕾舞。我就想，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送，然后就让我一个人去？小时候其实是有点不理解，直到前2年的时候，我爸跟我说起这个事儿。他说，其实你小时候去学舞蹈的那个路上，你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是在后面骑摩托车跟着的。然后就在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是理解了我父亲的。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吧。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我跟我朋友出去玩到可能凌晨3、4点钟的样子。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爸爸穿着一个棉袄在门口等我。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他不太会表达爱，但是他还是比较在乎我的。来看下一条。结果如何是未来的事，信守承诺是我能做到的事。我们因为一次考试认识了彼此，一个来自西北，一个来自江南，1800多公里的距离没能阻止我们互生好感。那如果我们考到同一个城市，我们就在一起。爱情成为了我那时候最大的动力。大学时，我奔赴千里，如约来到南京。我们也终于成为了情侣，但这段感情的维系却遇到了很多问题。2人的南北性格差异，不同的语言逻辑和表达习惯，
却成为了相处中最容易发生矛盾的点。他的家人也因为我的学业比不上他，并不看好我们，他也很为难。所以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决定退学回家复读，想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回到南京，得到他家人的认可。记得他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哭了一路。可我在兰州复读的那一年，等到的却是一条分手的消息。但1年后，我还是回到南京，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曾经的承诺，说到就一定要做到。重拾心情，我开始了我的第2段感情。她是大我2届的学姐，但很奇怪，刚开始的时候她会更主动一些，确定了关系之后，却又经常拒绝我的关心，从不和我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生病了也拒绝我的照顾。她的解释是，不想在男友面前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这种独立让我不能理解，我还是会想着去关心她，她却因为这个和我提出了分手。在感情中，我也会欣赏独立的女生，但我认为情侣之间除了彼此独立，也需要相互依赖，让对方有被需要的感觉。我很希望自己能成为女朋友难过时第一个想起的依靠。希望未来的女朋友善良有爱，不那么在意感情中的对与错。我会在非诚勿扰遇见这样的你吗？12号。男嘉宾你好，对于 VCR 里面你说的独立和依赖的这个，我和你想法一样，就是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特别独立，但是我有男朋友的时候就是什么也不会。李佳明你好，就是能有这样的共鸣，我觉得我很开心。还是就是那个观点，就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情侣，然后我又是你的男朋友，我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而不是自己闷着不说，然后自己也不表达，就显得我也有点多余，然后我也有点不知道该干什么。对对，这方面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傅海东。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当下你是会找一个南方姑娘还是北方姑娘？你好，我的答案是我会找一个南方姑娘。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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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一听完我就往那边看，有多少是北方人？1号。3位老师好，男嘉宾好。我叫朱天真，叫我天真就可以了。然后今年24岁，然后在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我想知道，就是男嘉宾所说的南方姑娘，意思是会喜欢那种比较温婉的小鸟依人的那种性格，还是说就是性格不重要，只是喜欢南方人的生活习惯呢？也有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我更希望就是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吧。妹妹。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江苏连云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地理考试来了，好问题。你好，这个问题连云港我去过，因为我知道连云港那边人他们怎么自己称呼自己，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觉得他们是北方，因为他们冬天很冷。但是在我们这家乡，他会觉得他是南方，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我差一点就按下了这个键。8号。男嘉宾你好，我就是南方姑娘，但是我对你这个小鸟依人可能有一点不理解。那你是指的是性格上比较小鸟依人，会依赖你吗？是的。不好意思。我觉得他表达的南方姑娘其实就是一种误会吧，一个刻板印象，一个刻板印象。所以有很多比较刚烈一点的南方姑娘也灭了，然后北方咔咔却全灭了，所以这种表达在这个灭灯效率上是非常高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在 VCR 里面看到说你跟你的第1段前女友嘛，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南北还有语言的逻辑的差异，能导致你们俩就这样都能吵得起来呢？就是我举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的家乡话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心疼。
心疼。对，这个心疼的意思是指你有一点傻，但是有一点可爱，就多数是可爱的成分在里面。我是想夸他，但是很多时候会被他误解为字面意思。就是如果他误解了，你会去跟他争执，还是就是像这样子很温柔的跟他解释呢？我会跟他解释。我觉得挺好的，谢谢。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交往当中，明知道很有可能没有结果，你们还会愿意继续吗？4号。你好，男嘉宾，我觉得一段感情中，过程会比结局更重要。还有人有不同看法吗？12号。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在大学里，我会觉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结果会更重要。曹若愚。我觉得还是愿意去尝试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没有做这个选择，可能想象到的结果也是未知的。所以说，如果遇到自己觉得不错的一些选择，还是特别愿意去尝试的。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里边，我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没有人有办法说是我看一眼我就知道我跟他一定有结果，除非你判断这个一看我就不喜欢，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喜欢的未必有结果，只有怎么才会知道呢？相处下来就知道有没有结果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机会相处，才会知道到底有没有结果。最后一个问题，17号。我还在沉浸在就是上一个小鸟依人这个词上面，就是这个小鸟依人，是你需要找一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还是说你之前的感情上，我是南方的姑娘，但我性格真的特别就北方，就是这样子，你会咋整？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要有彼此需要的地方。小鸟依人它只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个说法吧。那需要的那个点是啥？这么说，在情感互动当中，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小鸟依人是排在第一顺位的需要？不是。我帮他来回答一下，就是他在 VCR 里面讲过，他交往了一个学姐，他接受不了的是那个学姐在难过的时候不信任他，这个成为了他一个很不开心的点，所以他就提出了，我就希望你能够把脆弱的一面给我看。希望他更依赖你在情感上。对，我希望自己被需要。我不能感觉得到男嘉宾就是能承接到我的情绪的这个点，实话实讲。很遗憾，他呈现出了一个他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冲突，就是希望女生依赖他，但是没有展现出这种力量感和强硬和果决和态度直率，所以让女生说我给你，啪你就倒了咋整啊？而且尤其是像谢灵玉这种，她一般不悲伤，能让她悲伤的事儿，这个量级想那就可以想象了。对，所以就有这种冲突，你可能要调和这一上面的矛盾。好的，再见。好遗憾啊！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就我当时在场上，其实可能更多的想说的是，就是我跟你谈恋爱是我们俩要彼此需要的，不管是小鸟依人的感觉也好，还是就不是很刻定一个南北方的界限，而是就是说，有南方特质相对于比较温柔的一点的女孩子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xa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好帅，好帅吗？好帅，好帅，这个好帅。 Can you feel it?
孟老师好，三文老师好，24位女嘉宾还有全场朋友，大家好。我叫张学明，然后今年2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个山东人，谢谢。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哎，孟老师，我能不能插一句话？就是我跟我妈看你好多年了，真的啊？对，就是特别喜欢看你，然后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我想抱你一下。然后回去我会跟我妈说，我说我抱到孟非老师了。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是一个有共情能力的女孩。共情。就是我平时的话，看一些电影啊、小说啊，或者是身边的人或事，然后我会比较感动，然后容易感同身受这样。哦。王悦。男嘉宾好，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特别有共情能力的人。平时刷到一些短视频，看到一些宠物呀，或者是看到老人，然后我就是贡献爱心这样子。对，跟我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宠物或者一些老人，然后我会想到我自己养的宠物或者是我的家人，然后就会成小哭包。大老爷们儿说我是小哭包。就虽然我很 man 啊，但是我就是容易感动，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 man 的小哭包啊，他说话真的很有节律耶。郑琦。男嘉宾你好，你希望女生共情能力强，其实你是希望跟另外一半一直处于一个同一线的一个情绪状态呢？是的，因为感情最重要是提供互相的情绪价值。然后，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打动我的时候，我一看你在这笑，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这样子。那像包括你平时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事情心情不好，你也会希望女生因为这个共情能力强去体谅你这些是吗？是的，就我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些什么抱抱啊这样子，对。24号。大家好，我叫马一凡，来自北京，是一名文案的策划。我想问一下啊，如果你想让我去看一个电影，但是你喜欢爱情片，我喜欢侦探片，咱俩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就是我没办法跟你共情情况下，你怎么能说服我？不是我说没有那种爱情侦探片吗？就是既有悬疑的情节，又有爱情。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兴趣爱好很广泛。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可以为了我喜欢的和我一起看吗？会啊，会啊。OK，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说两句我的感想。哎，广志，你拿本记一下，拿本。哎呦，有到知识点了。长期相处的亲密关系当中，有几种，我一定是不可能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完全一样。你爱滑雪，我也爱；你爱美食，我也爱。对，这绝对不可能。不太可能，但是一定要有交集。是的。我不能想象两个谈恋爱的人或者长期生活的人，你喜欢的一切我都不感兴趣。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要判断一下对方所处的这个 level。比如说，你爱看爱情片也可以，他爱看侦探片、动作片都可以。我们喜欢不一样，但是我不能接受什么呢？我不能接受你的水准太低，知道吗？好的，谢谢。好，下一个问题。我不希望你会介意我说话、拍照带点手势这样子。他一直都带着这个手势。你看不可遏制的那种。哪些手势你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测评一下我们的喜爱或者反感程度。广志，看时尚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咱们的领域了。我们之前一次碰到广志，在一个活动上。广志老师教教我呗。
没有，他刚刚这个，我感觉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也不是我批评你啊，我只是之前确实略有学过一点。他们说这个可能专业的摄影师就不喜欢这种，因为我之前也走过一些红毯嘛，拍过一些照片。哎呀呀呀太燥了这。这个姿势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教你的？别人教的。我当时拍照的时候，那些专业的摄影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就是比如说我前面也有很多那种明星也在拍嘛，他们拍的时候，摄影师就说：“老师，你的眼神里要有故事。”然后呢，轮到我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国珍老师，手别挡脸。”其实你刚刚那个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手挡脸了。哦，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包袱，就想这样挡一下帅一点，就是摄影师他们不喜欢挡脸。哦，这样好，谢谢老师。这张眼神是有点故事哎，你在想什么？困了，当时起得比较早，有点困了。他的眼神的意思是我这么帅，为什么还单着？哎，还蛮好看的哎。关键是何止蛮好看，这帅的简直。要那边就放这儿吧，就不要划走了就。这个是真的，这个摄影师真的厉害。啊，不，我是说真的，这个摄影师是真的厉害，能拍成这样。不，我是说这个光影它的设计感，那种艺术审美的 level。这就是一般夸照片的时候我们常见的，一看拍的好，哎呀，这是用什么东西拍的？你就直接夸我不行吗？你也是专门培训过了，对吧？要不然今天这个台上你走一下。哎，哦，可以啊，可以啊。来，哎，你应该不会想一个人走红毯吧？我觉得。哎呀，这不咱们可以一起走也行。可以。这个事儿我不同意。那个10号范浩然，10号范浩然。哎，反了吧？这一看就是不会的。我给你送到家。我给人安全送回家了，安全送回家。来，完成的很好。我想问一下，你开心吗？我当然开心了。如果下次我们再邀请你，还来吗？我不想走都。行了，差不多了，我们这个聊的差不多。这儿还有一个找对象的啊，看片子。嘿，大家好，我是张学明，今年26岁，我是一名 live house 的驻唱歌手。好的驻唱不仅仅是好歌手，更是氛围组。绝佳的沉浸式听歌氛围，才是一家 live house 的灵魂。曾经为了顺从家人的想法，我没有报考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朝9晚5的上班族。但我内心对音乐的热爱从未停止过，我还是选择辞职，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一把。说完了工作，再说说我的生活。生活中的我会珍藏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小东西，比如小学时候吃完的饼干盒，学生时代的手写信，最重要的就是这枚纽扣。
这是我从我姥姥生前的衣服上取下来的，就是2岁的时候，我姥姥就把我带大。几个孩子里面，我姥姥对我最好，最疼我，会骑着那个3轮车带我。我最爱吃鸡蛋，然后每次回去，我姥姥都要给我就做各种各样，就炸鸡蛋啊什么的，就很多。然后就是反正，哎，不能说。就一说就想哭，不能说这。和朋友相处，我是一个社交原则明确的人，4个字，就是敢爱敢恨。对于自己的朋友，我愿意交付全部的真心。朋友大半夜来找我诉苦，我会二话不说帮他开解。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有以同样的真心来对待我，我会头也不回地走掉。未来，我希望遇到一个同样交付真心的女孩，我们珍惜彼此，创造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那个扣子现在在这个吗？对，是这个。还带着呢，那个扣子。是小时候跟姥姥一起长大的呀？对，因为很小的时候，然后父母离婚了，我就跟着我姥姥一起长大。对。21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的 VCR，然后发现你非常喜欢唱歌嘛，最后也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唱给大家听。其实我非常喜欢舞蹈，但是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家里条件也不怎么好。然后对于舞蹈这一条路，我一直也是放在心里面，断断续续的就是有去学，但是又同时，家里面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又要从事工作，然后没办法完成自己这个舞蹈的愿望。然后我看到你完成你的愿望，我是感觉非常的很优秀，然后也很羡慕你。同时呢，我觉得你姥姥是会以你为荣的。谢谢。然后其实我想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东西，这东西你阻止不了，所以说要珍惜当下嘛。然后你现在有梦想，一定要去追。然后我是希望这样子。好，谢谢。应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对吧？是的，准备了一首情歌《慢冷》。说完了，好像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地走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怎么先炽热的曲线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来，一般来说，男嘉宾唱歌唱得好，唱完了之后就有几个女生按捺不住的，我也来2句。今天有没有？贾小蛋。那我唱一小段那个指纹，你会唱吗？哦，会。那我唱前半段，你唱后半段，就那一小段儿。好。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忍了多久，忍了青春，却怎恨别人奋不顾身。完了，我唱完了。
好听啊。不行。那个我唱哪里啊？ 3号。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随州的梅乔雅，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然后我自己呢，本身是一个比较娇小的女生，希望男朋友的身高的话，穿鞋子达到1.72米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哦。然后希望以后和男朋友可以一起养一只狗或者猫，在晚饭过后可以散一下步。然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你长得又帅，唱歌又好听，那你工作原因会不会有很多女生加你的微信？就是因为我眼神不好嘛，所以他很多女的给我打招呼什么我都看不到。然后另一方面加微信的话，我也不会主动去跟人说话什么的，都是他们主动过来我才会你好这样子。好，谢谢。你刚才说到你的一个社交原则是4个字：敢爱敢恨。是的。你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从小到大经历，可能是我就是比较缺爱一点，然后对于友情、爱情，我会更理想主义，就我想要更纯粹的。就比如说，我认定一个人，我就会100%真心对他好，但是如果没有换来真心，我就全身而退。这种就是我不会跟你玩了，就这样。不跟你玩了。对，不跟你好了。不跟你好，对，很好，简单。对。你们有什么社交原则吗？范浩然。就是我的社交原则是，我得先让你舒服，先让你幸福，然后我才能收获就是幸福。这句话听上去质朴，其实很高级。最大的教养就是让别人舒服。对。但是我听这个话，我总觉得质疑。就是说，你先让他幸福的前提，是不是你也快乐呢？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委屈自己让对方开心。我可以先委屈，然后慢慢再换来。如果我很爱他的话，我不要求回报，就是我就是想看到你跟我在一块儿很快乐。来，你们3位有没有什么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黄澜。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情况，其实最好的状态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如果说我在一段关系当中忍耐得太久了，我觉得我也失去自我。我可能知道老师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先快乐，然后我把我的快乐的能量去传染给你，是这个意思。陈明。因为人跟人可能还是有些不同。黄老师的自我是比较独立而大的，然后范浩然现在的那个状态，他的快乐是依据对方而生的，这其实很多时候更日常。但这会有一个伤害的可能，你的痛苦也会因他而生。哎，就是我一看到他痛苦，我也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是他带来的。所以你把你生命的主导性递在了另一个生命的手中，这里面蕴含着一种风险。所以你如果碰到一个质朴的，然后他也懂得为你好的，你以他为中心，他以你为中心的良性互动，像广之这样，这会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平等的、共存的一个状态。刚刚是不是被表扬了我是不是突然被表扬了？陈老师，你看的真准，我确实是这样，我会跟范浩然有点像，我会把自己的情绪跟对方连接的比较紧密一些。对，但是你第一次情窦初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吧，就是喜欢一个女生，可能就是，就是情绪会被她所有的行为给牵动。比如说，她又跟别的男生说了一句话，多看了别的男生一眼，我这边就受不了了，就不行了，可能。但可能我跟她也没有表达过，她也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可能。但你就是会在一旁默默的吃醋的。暗恋。暗恋。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呢？她那个时候是青春嘛，学生比较好看，学习也比较好，也比较安静，这种沉默。内向。内向，不咋爱说话。但是她知道吗？她不知道。她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不知道，我纯暗恋。来，我们看下一条片子。在我看来，爱情
不仅仅是第一眼的感觉，我愿意给彼此一个试一试的机会。曾经我遇到一个女孩，每次我唱歌，她都喜欢坐在台下静静的听。有一天她告诉我，能听我唱歌很快乐，不过她更希望能成为给我带来快乐的人。就这样，我们成为了男女朋友。其实她并不是我第一眼喜欢上的女孩，但是我觉得可以相处试一下，毕竟一见钟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恋爱后，她是我最认真的听众，我为她制造特别的惊喜，为她录制专属的歌曲。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福，让我愈发珍惜这段感情。不过，我对她的珍惜，并没有换来她对我同样的真心。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她的微信里有一个男人叫她宝宝。尽管她解释两个人只是游戏中的网友，根本都没有见过面，但是这件事触及到了我的雷区。你脾气差一点或者作一点，我都可以忍受，但是你一旦踩雷，那我不能忍。在激烈的争吵后，我和他分手了。在感情中，我是有点粘人的猫系男生，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占有欲。恋爱时我会秒回你的信息，不过也希望你能给我同样的安全感。我会用最大的温柔来包容你，共同经营我们甜甜的恋爱。2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这个女生的话，你会放低你择偶的这种标准吗？就是真的很喜欢她的时候。会的。我之前学生时代，然后我暗恋一个女的3年，就是给她送什么零食啥都被退，然后写个情书也被退。零食还有被退回来的？这不叫暗恋啊！你都敢送零食，你这都表明了吗？这就忍不住了，你知道吗？真正的暗恋是啥也不送，不说话，不搭理她，这叫暗恋啊！那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可以就是说，在她没有答应你的这个时间内，你可以追她多久啊？就我得看一下她给我一些反馈的东西，就比如说她很敷衍，或者说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的话，我会很早的就撤出来，不要让自己陷进去。好，谢谢。胡江婷。男嘉宾你好，你给我的感受是你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而且你要求你身边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的那种极致的爱，还有极致的情绪，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你觉得你在生活中什么时候是理性的？其实也并没有要求身边人会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嘛。然后，比如说我很冲动或很激动的时候，我大脑也会保持清醒的，然后不会做那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对。好，谢谢。7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面看到说你是那种猫系男生，那我想问一下，你跟猫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因为猫呢，它跟你不熟的时候，没有取得信任的时候，它会比较谨慎，然后比较高冷。然后我平时也会比较高冷的，但是一旦取得了信任，然后就会特别黏，然后有时候会撒娇这样子。好的。来上大屏，我们看看猫系男友。傲娇毒舌，嘴硬心软，很爱吃醋，这就是他了，就是你本人了。说你是吧？哦，这是虎系。哎呦，这不就是孟老师吗？有点自大，有责任感，会照顾人，是有这个不是我，不是我，什么会照顾人？不。这个狼系有点像，高冷沉稳，感情专一，面瘫闷骚。这个有点像，这个重点在面瘫。来，胡系。胡系，心灵手巧，有点自恋，情话满分。我觉得是陈明，不过陈老师就是自恋和外表这2条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情话满分，嘴甜浪漫，这是一直以来。这个是犬系，专一忠诚，勤劳直率，稳重可靠，骑士精神。哎呦，这就是咱们广智了。但我也不一定是犬系。那你到底是？我感觉我可能是个串儿，你知道吗？就是有犬的血统，可能有狼的血统。好，
敬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您的 VCR 里面说您跟您的有一任女朋友是刚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交往的。那我方便问一下，就是你将来可能遇到一个你觉得还挺合适，但你并不喜欢她，对她并没有心动或者说喜欢的女生，你会选择跟她在一起吗？就是说因为一见钟情比较难这个事情。如果他喜欢我，然后我们性格也比较合，我可以试试去相处一下。然后我的话也比较细节控嘛，然后可能会就慢慢的被打动，然后就慢慢就喜欢他。就是那个女生，你最后有喜欢上她吗？后面？有，就是我们后来谈了好多年，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真的他对我太好了，然后我就会加倍的就去爱他，这样。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是有点凶险的，但是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什么叫一见钟情？我一眼就喜欢上你，同时你一眼喜欢上我，那才叫一见钟情，概率多低呀！哎，有点好感，咱们就尝试着处一处嘛。当你第一次约一个女生出去吃饭，女孩第一次约一个男生看电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跟这个人结婚。没有想那么多吧？那不都还是试一试吗？为什么试一试就变成那么大罪过了呢？最后一个问题，傅海东。如果对于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女生，你会选择试试，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发展，就是你觉得她好，你会跟她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如果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觉得她很多细节都不符合你的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那你会怎么处理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时间长了，慢慢的相处久了，感情会升温。然后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接受不了的那种情况下的话，我是会一直下去。直到他出现了什么特别大的错误，然后我们没法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才会跟他结束这样。好的，谢谢。灭灯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如果碰到一个合适的男生，即使我没有当下喜欢他，我也会尝试的跟他在一块儿。但是我不希望就是自己勉强自己，只要有一些没有达标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拒绝他，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说。对。广志刚才过来跟我说，是停电了吗？停电了，怎么就没有灯了呢？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停电了，怎么都灭灯了？其实男嘉宾长相啊、条件啊、性格都蛮可爱的，当然灭灯可能还是停留在那个点上，就感觉你对女生的要求不具体。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面讲过那句话：“我需要你，我爱你。”和我爱你，我需要你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状态。我需要你是我缺爱，你这个你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是那么关心。而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忽略对方，他的独特性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希望你怎么对他？到另外一种是我爱你，我需要你，是因为我喜欢那个独特的你，然后我才需要你。所以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之下，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会希望两个人在一起是彼此看到了对方真正的样子，而欣赏真正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因为缺爱而变得我只要有人对我好，我就愿意进入一段恋爱关系。是。然后顺着黄老师这个再延伸一步，如果女生跟你在一起，她可能不太明确她的独特性，这是黄老师的观点。那么往后一步，这就会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刚才中间对方有人问你会加微信吗？我不会主动加，然后那会不会聊天？我其实不会主动跟他聊天。对于女生来讲，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个危险信号放大，你不主动加，他加你还是会，他缠着你加你一定会。那你不跟他聊天，那他跟你聊呢？他一直跟你聊呢，他也让你感受到被爱了呢，甚至比我让你感受到被爱还强大呢。你怎么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这种危险性的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独特性跟那种确定性跟最后的安全感都是高度绑定。我从他身上感觉到的，他对情感的专注度是很高的。从他的这颗扣子，这是他和亲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专注度。第二，情感可以丰富到什么呢？看上去酷酷的一个男生，动不动还是个小哭包，说明感情丰富、细腻而专注。好，再见。谢谢老师。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头。感谢的是你牵过我的手。刚才可能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家有一些误会。其实我对感情的话会非常专注，然后不会很草率的开启一段感情。我来到《非诚勿扰》的收获就是以后对待我的择偶标准我会更加明确，然后也会直视自己的内心。对待我以后的女朋友，我不会让她去担忧，会让她更有安全感。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孟非老师好，黄澜老师好，何广智老师好，陈明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陈昆仑，今年29岁，来自湖北武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有一点小强势。24号。我想问一下，小强势的这个定义是可以小到就是譬如今天吃饭要做什么，然后我来决定；大到旅行出差，或者是家里置办很多的东西需要我去做决定吗？啊，不是，它其实是一种生活中的一种情调。我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下班了，我好累，我躺在沙发上，我在打游戏，然后这个时候你来一句。怎么还在玩手机？你赶快给我过来！今天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哇！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刚柔并济那种感觉。你喜欢那种宠溺的强势是吗？对，宠溺中带一点点霸道。对，一点点。OK get。这都是影视剧看多了落下的病。我刚没反应过来，他希望对方强势的跟他说：“你快来吃红烧肉，别玩手机了，快来，我给你做饭都做好了。”他就这样。我以为是就是那个女生说怎么还在玩游戏呢？你怎么快点过来帮我来做饭？哎，你看，这才是女性的呼声是这样的。女人需要的是别打手机了，做饭。其实这种感觉也可以，就只要这个是一个很实质的区别。他对女人有很多的误会。他是希望强势的来宠她。那叫强势吗？他喜欢的那种强势是一种情绪类活动。情绪类的，对。李恒。男嘉宾你好，你好。你所谓的小强势是希望就是对方在工作上强势一点，还是生活中也希望有这种感觉？其实工作和生活中他是可以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然后我们之间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相互沟通啊，我也会尊重你的想法和意见和建议，尽量不是那种没有主见的，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然后大概是这样的，对。我属于那种在工作当中会非常强势，因为我跟我们董事长说，我说我只需要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队。然后那个生活当中的话，我就有一点点就是小弱势，就是这两个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会区分的比较明确。挺好的，刚柔并济，我很欣赏，我很欣赏。谢谢。
这个关于怎么相处的事儿，我们飞尘课堂开始上课了啊！广志用心听啊，看大屏，机器式恋爱。你说想吃情侣冰淇淋，他还是只买了一只，让他刷碗，既然真的只刷碗不刷锅。唐人式恋爱，打游戏的时候把你抱在怀里，人流来往的大街上为你系鞋带。兄弟式恋爱，一起打游戏，吐槽对方菜，一起吃饭，争夺最后一块肉，输了会打人是吧？广志，刚才那几款里边，你觉得哪一种是你觉得？我是觉得我只要能恋爱就行，什么方式都行，不重要，我都能接受。我主要是对最后的2个字恋爱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实在，先解决有没有，对吧？他也没比较过。对对对。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儿总在工作中浇灭我的想法。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另一半他像是一个军师一样，或者是我们像是一个搭档和联盟一样，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相辅相成，1+1大于2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就是批评、指责、打压，最后又给不出我一个很好的结果和方案，只是单纯的让我心情不好了，大概是这样。1号。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一个东北人，然后现职业是一名高尔夫的教练。那浇灭你的那个工作想法的话，就是哪几个方面呢？比方说今天我在工作中我处理了一个方案，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你这个方案不行，然后我觉得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最后我问你，哎，那你觉得怎么样更好嘞？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你不好，就是这样的话可能。那如果我听取了你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你会听取我的吗？哦，对，我会去很好的去结合。我也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善于去听取朋友。不会说我说了，然后你接受不了。对对对，如果我有不同意见，我会跟你再进行沟通，直到我们俩达成一致。啊，我绝对不会跟你就是发生矛盾，或者说你说的不对，我就要听我的，有点那种大男子主义那样的。而且我觉得在工作中，男孩子嘛，我们都是苛求另外一半就是可以鼓励啊、夸夸啊，在他心中就是特别仰慕我那种。我会觉得生活中这是我动力的源泉。他这2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点小冲突的。他第一个问题希望对方有点小强势，强势的本质是一种介入。然后第2个问题他说又不要希望对方介入的过深，所以你的内心里可能有个矛盾的小人在争斗。对对对，就是他不要总浇灭，就是偶尔浇灭一下，哎，我觉得还可以。总的话就有点受不了，他可能有个边界，对。我有一点小好奇，假设他经常在工作上只提出一些建议，但他的建议总比你的想法真的要好，你会怎么听他的？那每一次都这样，时间长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我怎么真菜？然后你的那种被仰慕的需求会不会被抑制？我们可以换一下，就是以后我仰慕他也是可以的，我仰慕他也是可以的。也可以，也可以嘛，只要仰慕就行。情侣之间我仰慕他也可以，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也是可以的。我做背后的军师，我以后辅佐他什么的也都是可以的嘛。他还辅佐，他一脑门的家伙，他还辅佐人。你刚才说的是，如果你发现对方提的建议总是比我的好，他说那挺好的。你知道问题可怕在哪里吗？一个好的方案放在你并不知道，你觉得我最厉害，我的那个方案是天才，人悲剧是这样造成的，对吧？对对。看片子。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茎窝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我是陈昆仑，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秘书。我第一次接触朗诵是在大学，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朗诵比赛，我本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参加一下，没想到最后居然还拿了个冠军。毕业以后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工作以来，我筹划和组织了很多活动，例如中秋朗诵会、诵读进课堂，给大家提供平台的同时，又能分享生活。如果说文字是记录，那么朗诵就是把它给表达出来。通过朗诵，我们能搭起一座连接作者和听众的桥梁，用声音的方式记录到每个人的心中。除了朗诵，街舞也是我的一大爱好。别人锻炼是去健身房，我锻炼是去练功房。
舞蹈不仅能够让我保持舞台上的完美仪态，也让我收获了内心的笃定。当我不断把爱好练习到极致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自信也就扬在了脸上。我也懂得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就是我的快乐源泉。去各地美食打卡时，我会把热门的店收集到地图里，整理成一个收藏夹，希望未来可以增加一个你的专属分类。对我来说，美食有很高的情绪能量，不同的美食可以治愈我的不同心情。碰到小挫折，吃点零食就可以了。被领导批评，那就必须来顿炸鸡啤酒。如果和另一半吵架，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努力工作，享受生活，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把日子过得滚烫、快乐又明亮？朗诵协会的秘书，对，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秘书。来朗诵一段给我们听。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树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谢谢大家。哎，广志，你有没有想要那个什么？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才艺。我上学的时候属于那种过个什么艺术节什么的，要报什么节目，我这种啥也不会的，就只能来个诗朗诵。但是我没有说诗朗诵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来一段什么呢？经典的《再别康桥》。好，来我们欢迎一下。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我的气只能支撑2段啊，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很好，很好，别样的徐志摩。他确实让人想起一种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发言的样子。我还保留了当年的味道，就是2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从你上台，包括你读诗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很温柔嘛。就是不知道，如果是你在对于情侣之间吵架，你是什么样子？不会就是我生气特别生气，然后你特别冷静，然后像在读诗一样。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就越想越气。你来吧，我不怕你。不会的，不会的。生活中我还是比较温柔的，然后一般很少跟女朋友吵架。遇到矛盾什么的，我觉得沟通会比吵架更重要啊。如果他在吵的话，我会先想方设法的让他开心一下，情绪先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再解决事情。对，我大概是这样的。来看下一条。是半真半假的猜疑，捕风捉影的猜疑，明知不对，但是又不能控制自己的猜疑，让我的那段恋爱画上了句号。我当时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作为学妹的她对我也有好感，但是在一起以后，我们的沟通却有些问题，都喜欢把心里话藏起来，让对方去猜。他走路好快呀，都不管我跟不跟得上。他是不喜欢挨着我走吗？他怎么一直看我眉毛？是没画对称吗？他怎么不愿意嘲笑我呀？是讨厌我吗？
我们的爱情在猜来猜去的消磨中，渐渐失去了保护层。你们之间有疑问，为什么不直接问呢？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比较内向，问了怕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于是选择了逃避。没想到最后，因为缺少沟通，导致了我们分手。后来我渐渐明白，我们无法用错误的推理推解出正确的答案。那时我们都有些幼稚，都用真心在猜真心，以为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实际上错得很离谱。工作后，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一切都很符合我的想象。我愿意为了她深夜去送药，愿意为了她火车坐通宵，但是这段感情很考验我的忍耐力。我消息回得晚了，她就会说你不爱我了，分手吧。一起看电影，我看得太投入，她也会说分手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送的礼物不是很合她的心意，她就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分手吧。恋爱8个月，她说了20多次分手。我之前跟她沟通过，但是她一直喜欢这样的一个相处方式，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爱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再合适的两人，与其耗尽对方的养分，不如坦然的面对聚散。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需要感受到被在乎。我喜欢舒婷在《致橡树》中描绘的爱情，爱人并肩而立，各自独立又深情相对，纵然天南地北不同时，也可山高水远通灵犀。我帮一些男性观众问一下，台上24个女生，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是喜欢让对方猜的？举手看看1/3。广志，你好好看看啊，猜这个事儿是他们的一种沟通方式，还挺多的这种人，对吧？如果说他有某种代表性的话，至少1/3的女生，她是愿意让你我猜，怎么办？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爱情包括女孩子，她更像是一个宝藏，需要你去挖掘它。过程中肯定是会遇到挫折的，但是我觉得经历了挫折，一定会收获甜蜜的真谛。对。4号。你好 ，Hello，就是你2段感情其实有点截然不同的啊，对，是的。你第一段是你们2个互相去猜，第2段的话，他可能说爱你的方式他比较强势，你又不太喜欢，那你下一段相处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们2个人一定要先沟通，知道彼此的想法是什么。而且我们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一步一步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也希望就是说2个人在沟通的情况下包容和理解，这样2个人才能走得更长远。谢谢。谢谢。我想问一下，说20多次分手，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我想问问其他女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陈佳敏。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我看你的 VCR 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对女性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女孩子有一个点，就是2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很喜欢互相拉扯的，就是在情感之中的拉扯会让我们会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比如说有时候跟男朋友会说你不爱我啦，然后或者说要分手，这些我觉得女生是在撒娇的，她的语气可能是我们分手吧，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很直接的语气。哦。范浩然，我知道他需要的是哪一种，是我这种类型。就比如说，他说他不喜欢互相猜疑，又不喜欢强势的说分手，然后我就是那种，比如说，我说我想你了，可不可以来陪陪我呀？可不可以来陪陪我呀？然后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时候，我不会闹，我就会说，能不能说你爱我呀什么的，就我好爱你啊什么。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种挺好的，挺好的。刚一瞬间，好像有说到我的心坎里。对，我就是这种人啊。陈明，我想跟男嘉宾分享一点，就是经常让你猜测，然后老是频繁提分手，背后可能折射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诉求。
它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它的表层其实是一种权力的确认，它让你猜的意思是标准答案握在他手里。所以当这个局面形成的那一刻，这个权力地位就从平等变成了上下，这是你心里觉得烦的地方。对对，底层是不够自信。为什么他们经常要在这种权力的上位当中？是因为他的自信心老让他觉得，如果他不作一下，他就下位了。然后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出现，他不断的占据一种形式上的上位，来确定爱的存在。如果你要喜欢这个女孩，要想把她呵护的关键是在于，你要好好琢磨她的自信应该从哪里去扩充，不仅仅来源于你，也来源于她自己的价值存在，她的社会结构，她的外部环境，她的这个自信充盈起来了，作就自然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表层上给予她一些形式上的回馈，只会使她作得越来越多，底层问题始终不满足，表层就南辕北辙。给你的小建议。你听完陈大夫开的药，如果又有妹子让你猜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吗？其实我觉得他只要不说分手这个敏感的词，他怎么弄其实都是一个磨合的过程。而且就是文字的冰冷会让我误解你是不是真的心情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其实，在恋爱当中，短时间内，你让男生去想办法让女生树立起自信，这件事情很难。汪老师这个话就给女生一个提醒，就是你们不要觉得我们作，对方就应该原谅我。哎，就是你作的时候，对方看出了你底层的不自信，他可能跑得比谁都快。黄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陈明刚才提供的那种分析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背后的真相。自信这个东西，安全感这种东西，很少是别人给予我们，所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建立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对对。哦，最后一个问题，李恒。你好，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现在很茫然，我不知道你是既可以姐姐类型的，也可以小可爱类型的，还是说你鱼和熊掌都可兼得？只要我本质上是认同和喜欢这个人的，他无论是可甜还是可盐，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的答案给我们感觉就是你在让大家猜。人家在问你喜欢妹妹还是姐姐的时候，其实回答妹妹姐都可以，但是关键是你到底喜欢什么。就是你说出来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就是我只要喜欢你这个人，什么样的类型我都觉得可以。可是大家就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要非常明确，别人才能够更好的选择你。谢谢。其实这个雷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你还记得我跟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的那2个你希望和你不希望里有一个小矛盾，所以你心里是有一个矛盾的小人的，你要赶紧把它理顺。所以你刚开始更明确一点，反而会更好一些。如果刚才最后一刻，哪怕你更坚定的说，哎，就是10号这样，范浩然这样，居然让我很喜欢，也 OK。或者你说你强势一点，介入我的生活，我没问题，也 OK。对对对，陈老师说的很对。好吧，再见。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听到老师的建议，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有时候说话也确实需要直接一点，可能大家会更好懂。然后说话太过于考虑周全性、安全性的话，有的时候会让人有所误解。我喜欢的类型是简单、直接、善于表达的女生。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哇，这也好帅哦！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哇，这也好帅哦！孟老师您好，3位老师好，在场的24位女嘉宾，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马建松，今年26岁，来自浙江宁波，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来一次没有计划的旅行。15号。我觉得这个旅行的话，就是我也喜欢没有计划，就想做就去做。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北京取消考试，然后当时我就是心情还是很复杂，因为准备了整整1年。然后知道取消考试的当天晚上，我就订了去云南玩的机票，然后说走就走，立马走。这点我们还比较像。21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就是你觉得这个没有计划的旅行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就请了一个假期，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呢，旅行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风景，那我更在乎的是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或者是说我遇到了非常有趣的人，那我比较喜欢这一部分。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介意我是一个耿直男孩儿。孙丹妮。我觉得耿直这个词在我这儿来讲，它不是一个褒义词，因为耿直就是我就会觉得你是不在意别人的想法，用一个耿直这个词来包装一下，就说啊，那我就是这么耿直，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其实。对呀。其实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和慢热的一个人。所以说，在跟比如说女性朋友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打开话题，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话聊不到点儿上，可能聊2句把天儿给聊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算不算是耿直男孩的一种？这个不叫耿直，这叫不会聊天儿。要不你解释一下你耿直的程度？耿直的程度就是。耿直到不会说话的那种。你举个例子呢？比如说第一次跟约会的时候，你怎么又胖了？没有，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我在工作上面，就是我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我是可以就是滔滔不绝的去讲，那反而跟女性朋友去相处的时候，就会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我开始有一点明白了，你把这个表达换成希望你不介意我不太善于表达，比说耿直男孩听上去好一些。13号。大家好，我叫赵琴，来自湖南长沙，今年27岁，我是做短视频运营的。我想问一下男嘉宾，节日的时候，比如说要送女朋友礼物什么的，你是直接去问，还是说去精心制造？会精心制造。哦，那还不是很耿直。对，我的耿直只在平常接触的时候，可能2个人在对话，心里想到什么，然后就直接表达出来了。但是在节日的时候，我会制造一些小惊喜啊什么的，这样。好的，了解了。看片子吧。曾经我想成为一名勇士。我认为的勇士，要么风驰电掣，孤独自由；要么刀光剑影，无所畏惧。10年剑术的磨练，是一往无前的过程，轻如蝶舞，急若风刺。击剑最重要的就是专注，
1英寸的偏差都可能决定结果的走向。我想赢，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犯错。10年来，我曾经拿过全省冠军、全国前3名，但是越赢就越怕输。一场决定性晋级比赛中，虽然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但还是差了1分。最终，我决定结束自己的职业运动生涯。其实最一开始，运动员刚结束职业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击剑是很排斥的。那我的教练，包括我的父母、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讲很多。那其实也是需要自己去消化的。等到自己过了那个劲儿，沉淀了，再去看之前的，那我觉得就释然了。5年过去了，现在我是一名击剑教练、击剑馆的馆长、国家1级裁判，我也会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击剑最重要就是专注，如果你们不能忘记赢，就不会专注，知道了吗？知道。其实能推动我这个动力，就是我的学生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跟他一起站上去的。如果你问我，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我想他们会说随性、温和。现在我喜欢摩托车，因为它来去随心，去留随意。喜欢摄影，因为它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没事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些事情给自己做，让自己专注进去。如果你来了，我希望未来有你一起。你最好的运动成绩是？在职业生涯有全国前3的名次。退役之后呢，有再继续打一些比赛。业余呢，打过一个亚洲的一个邀请赛，也是第3名这样。胡江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对于击剑可能大概就知道有分重剑、花剑什么之类的，就想你帮我们科普一下。击剑呢，总共分为3个剑种啊，分别是上面的花剑、佩剑以及重剑。3种剑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在学习的呢是最后一种重剑。重剑的有效区域呢是全身，就是你只要站在这个剑道上面啊，击中对手就会判给你得分。佩剑的有效区域呢是上半身。花剑的有效区域呢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哦，那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哪一种比较容易上手呢？最好上手的其实还是重剑，因为重剑呢，它整个身体都是有效的。那再一个呢，就是重剑的规则在3个剑种当中是最简单的。广志，没有，我有一个感受是，我平时有时候也看过这种击剑的比赛，然后他们的速度有时候出剑也很快，我经常就是看不明白咋回事了，然后就突然一个运动员就开始庆祝了，就耶！我说啊，这怎么了？就怎么就庆祝了呢？我看这个葫芦也是2个人突然一个跨步上前对视，然后就庆祝，就庆祝。他关键是2个人都叫唤。我一看2个人哇都叫，我说什么意思啊？都赢了吗？后来我知道了，一个是胜利，一个是疼啊呀啊呀。我也是。来，你给我们示范一下，有。我需要一个那个嘉宾来，广志。2个男人的决斗。没白来，又感受到了一个击剑，我太好了，你们这个节目太好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正常拿剑的时候，4个手指头在下面，1个手指在上面，虎口卡住这个位置，对，握住就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呈丁字步，持剑的脚在前，不持剑的脚在后，对，然后后面的手要掐腰，帅的，然后我们的动作要做3次啊，第1次前面，然后第2次呢把剑举起来，对，第3次呢放下。哦，我们丁字步站好，掐腰，前上下，然后准备动作，对，然后对，收回，帅，
然后比赛结束之后还要向你的对手示意一下。对，前上下就可以了。好不好玩？好玩，不老乡亲，好玩好玩，还挺帅的，还挺帅的哈。好慢。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看你说到击剑的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然后包括你说到你追梦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让人动容的。我觉得就是坚持去做好一件事情，真的就是很棒。傅海东。因为我也是从小打比赛的嘛，然后就是也会出现你那种比赛的级别越高，就是会越紧张。这一点我觉得我跟你特别像，在比赛当中就是会经常性的紧张，然后也想过很多办法呢去解决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始终都是保持的这种练习的特别好，但是一到比赛场上呢会比较紧张啊，完成不好比赛这样。我的教练当时建议我可以换一个赛道，去看一看，比如说你教小孩子。哎，孟老师，他刚才讲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觉得他练习的时候都很好，但是一打比赛的时候就容易紧张。那我就想问陈老师和何老师，你们上决赛之前，你们都怎么调试内心啊？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练习专注，就是彻底忘掉结果，放空自己的大脑，这是我的训练方法。我们是这样，我就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紧张。后来我就告诉自己，它就必须会存在，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儿，跟紧张共存。你自己知道一个事儿是你在紧张的情况下，可能只能发挥出你平时60%、70%的水平，那怎么办？你就把你平时的那个水平再提高。当我站在舞台上60%的水平的时候，也能打。你做到那个地步就可以了。就是大幅度提高训练水准，人的要求是异乎寻常的，人都会紧张，但是他偏偏就要你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克服掉人类难以克服的东西，所以那个成就巨大，那个辉煌也巨大。好，来看下一条。那年，我退队刚开始工作，而他还在上大学。我们互有好感，但是一直都没有说破。他每次难过的时候，我都会陪在他的身边。他过生日，重要的节日，我也都会陪在他身边。这样的状态维持了3年的时间。周围的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但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因为自己当时刚下队，经济收入呢很低，然后他呢家里面经济条件其实挺好的。当时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那我的这个经济收入其实是满足不了他的，就是平常的生活所需。我们2个清楚，就是在一起的话走不长久，但是又不想这份缘分那么快的结束，所以就会彼此都会选择作为朋友的这种方式去陪伴对方。后来他毕业要去外地工作了，临走之前我还给他剪了一个视频，片子前面是他的朋友对他说的话，中间是我们记录2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结尾是我那不算告白的告白。他看了以后大哭了很久。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生，她成熟独立，有想法，对外强势，但对我却很温柔。恋爱那段时间我也刚创业，她在事业上也会给我很多帮助。我们2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很舒服，有幸福感。我一直都知道她有一个小侄子，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小侄子叫她妈妈。当时我还是很爱她的，所以其实我并不介意她有小孩，我介意的其实是她对我没有坦诚。最后的最后，
我有跟他说过，就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跟他说过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但是他也没有正面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接受，其实有点接受不了。我喜欢真实的女孩，能够在我面前展露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我希望我们相互坦诚，相互依靠，希望爱可以让我们愿意为彼此改变，慢慢成为最合拍的人。胡江婷，男嘉宾您好，在中间我看到有一段状态，其实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你在觉得跟对方可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但你们却还在给对方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感情，这不到离开的时候会更痛苦吗？对呀。所以你这个状态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如果现在的我来讲，我去看这段感情的话，其实，我也是理解不了的。但是我当时处在的那个年龄和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我去面对这样的一段感情的话，那我肯定会大胆的去开始。当时可能我们两个就是明知道走不下去，但是又不想轻易的去结束，所以才好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呢，也是因为他大学毕业要工作了，我觉得他的生活还在继续往前走，那我不应该在前面挡着他、绊着他。我也希望就是他可以幸福的过下去，这样。其实所谓的明知没有结果，这都是当事人事后的表达。我明知道跟他可能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继续往下呢？叫等待奇迹。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没有未来，哎，说不定再有一个什么事情，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两个人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奇迹就出现了，可能就是当事人还存着这种幻想。孙丹妮，男嘉宾你好。那对于你来讲，你觉得朋友和恋人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跟一个女孩有好感，那我跟她在暧昧的阶段，我可能说我跟她是朋友，但是呢，我不会在同一时间内，比如说会接触其他的女孩。就算我们没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那我对她还是全情投入的。你觉得区别在哪里？我觉得区别就是你向不向身边的人公开，比如说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啊，还有爸爸妈妈这样。其实如果说就算我们没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我也会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可能没有介绍给家人。贾小丹，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 VCR 里面说第二个女生，你把她形容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女生，那你比较喜欢姐姐类型的，还是像我这种妹妹类型的？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固定喜欢的类型。我去接触一个女孩，肯定是我觉得，我想去探索她，而不是说她因为是这个型，然后我去喜欢她。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3号。我想问一下，假如你觉得这段关系不合适的话，你会有一个时间阶段吗？比如说半年，我觉得不合适，我就要跟你分手，还是1年、2年、3年都没关系，这样？我觉得但凡一段感情开始，我都不希望它轻易的结束，所以说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就是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无限次的去试着理解，并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可能会这样。好，现在留灯的是4号、5号、6号、19号、21号，上去灭掉3盏灯回来。哦。
有请5号、6号。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6号。哇，哦，智推。好，3号男嘉宾马建松的智推女生是14号杨晓晴。男生阳光有活力，能量满满，性格随和自信，温柔儒雅。感情中对另一半体贴入微，也喜欢给彼此留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空间。女生彬彬有礼，机灵活泼，感情中看重彼此间精神层面的契合，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吸引，对待感情热烈而真挚，既能够享受彼此甜蜜的陪伴，又能关注对方的情感需求和感受，是一对非常适合长期相处下去的恋人，供2位参考。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贾小丹这样的我，想要你会憧憬的恋爱，你选一个。我选1。看条短片。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小丹，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小。可能我看起来小巧玲珑，或者乖巧可爱，但我也有另外一面。在工作上，我是一个严厉的舞蹈老师，为了让学员学到更标准的动作，我经常会冷漠脸。说我最喜欢的呢，当然是吃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遍全世界所有的美食，所以你愿意跟我一起逛吃吗？孙丹妮黑珍珠粘豆包，别闲着。我选3，别闲着。身体上不能闲着，每天都要让自己动起来，冲浪、搏击、跳舞，不管进行什么运动，只要动起来就会很开心。杨晓晴喜欢的类型、消费习惯，我的小店。我选3，我的小店。看条短片。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光临我的小店，这是我的厨房。耶！再来看一下我的小客厅。现在给你们做一杯手打柠檬茶吧。敲柠檬的时候不可以太用力，不然口感会很苦涩。糖分的多少取决于顾客的口味。最后加入冰水。放入冰块，一定要向上摇晃。加入青柠檬，最后大功告成。想知道味道怎么样，那就来我的小店吧。傅海东智能计算器、情绪调节器，我的爱好。我选2。无论是爸妈有矛盾，还是朋友生活上遇到小问题，总是能帮助大家和自己迅速调整。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我想问4位女嘉宾，就是未来3年内的规划是什么样子？带着我的心动男嘉宾结婚回家生小孩。3年可以生2个。广志刺激不刺激？刺激，来着了，今天来着。来，孙丹妮。那因为我现在在创业嘛，就未来1年肯定还是以工作为中心的，然后后面2年呢，就是可以随意发挥。
我也是，就是先把事业经营好，然后就是能有机会遇到有缘人的话，那就结婚嘛。就是无论是3年还是以后，都是开心最重要。所以我会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如果有男朋友的话，肯定是把我的男朋友规划到我的生活里。谢谢。好，来，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择。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来，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择坚持心动女生，坚持心动女生。3位女生请回。最后争取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呢，其实我有看过近几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们16号女嘉宾。我觉得虽然她在场上没有那么多的话语，但我觉得她浑身上下都会给我带过一种吸引力，就是吸引着我想去探索她、了解她。所以我依然选择坚持我的心动女生，坚持我的心动女生。哎呦！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男嘉宾很坚持的选择喜欢我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往后的日子里面没有那么快乐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有自信的时候，我回想起来今天我被你这么坚定的选择过，可能会给我力量。但是真的很抱歉，就是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但是，就是感觉不是我的类型，就是还差了那么一点东西。没有关系，没关系，谢谢，谢谢。抱歉啊，对，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好，挺遗憾的，再见。谢谢老师。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我选择心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感情里面是比较执着的。一旦眼睛里面对一个女生产生兴趣，想要了解的时候，我的眼睛里面就看不到其他人了。我觉得我这次来非诚没有遗憾，因为我觉得就算我最后没有牵走心动女生，我觉得也值得。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的理想型呢是真实一点、活泼一点，可以在生活当中跟我形成互补的这种状态。他是我熟悉的那种类型，因为我干过很多年体育记者，他们这种职业特点也是在最后容易坚持选心动的。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男嘉宾无论是他的职业到最后为什么放弃运动员，还是在2段感情中的表现，我觉得有一个词可以提炼他，就是紧张。所以呢，紧张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松弛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16号身上有这样的气质啊，他会选16号，我一点都不惊讶。那16号会拒绝他，我也不惊讶。因为勇敢热情的女孩可能不一定愿意去帮他去放下他的紧张。很多紧张的背后都在于一句话叫做我不够好。所以这个男孩很努力的想要表现，但是他心里总是有一种我还不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耽误了他。是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贾小丹是整个舞台上刚刚最直白的对男嘉宾有一个好感，他其实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是喜欢那种姐姐款的，还是喜欢我这种妹妹款的？但是他却主动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姐姐款的，然后高大的这样类型，就差距正好拉的各方面都是截然对立。所以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男孩此时此刻他的喜欢和他的需要还有一点偏差。所以呢，人总是要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和别人想要什么。广志，不用紧张。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分享一下？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分享一下？我今天整个来参与这个节目的感受，还是有被很多地方感动到的。因为我其实平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带入到男嘉宾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我该如何回答女嘉宾的这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每次都跟被灭灯的那哥们儿回答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在台下看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去思考更多的问题。今天你坐在这里看，我就发现人真的就很多样、很矛盾。我就有一种感觉，是我更清楚地认识我自己了。然后非常希望这个节目能一直办下去吧。我们努力办下去，因为不办下去的话，我就失业了。孟老师刚才那问题比较正式，我问一个兄弟间的问题：24位女嘉宾，哪一个是你的审美类型？终于来了这个问题啊，等了半天了。没有，就是都很优秀，都很。那当然，都很优秀。你喜欢哪种类型？我都挺喜欢的。我换一个问法，基于你没有恋爱经验，你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对方的恋爱经验对你来说多是加分项、减分项还是无所谓？都行，这个无所谓。我对对方过去的恋爱经验、感情史就是没有要求，因为我是要看他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较重要。他的话我们翻译一下，先不要说这么多，先来一个再说。一起来一个。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